启奏万岁，人犯全部带到，都在外面候审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审。这。周大人，他们已经察觉了，王杰已经放了，那5名河工也被他们转移了。这样一来，皇上亲审没多大意义了。未必，周大人，没跟您商量，我安排了一出好戏，您等着瞧。带人犯，威武！带郭小柱。带人犯郭小柱，威武！哎呀，皇上，小人冤枉。人犯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饭馆跑堂的。那为何传抄罪己诏？小人冤枉，钦差老爷，皇上，小人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，如何抄写罪己诏？你不认识字？是啊，皇上。那他们为什么抓你啊？您有所不知，您万岁爷一声令下，这下边抓人，1州1县，1村1保，都分了名额。我们在这街上分了10个名额，抓了9个。官差来我们饭馆吃饭，我就问，那罪己诏是什么呀？嘿，那官差就指着我说，你说那罪己诏正好第10个，抓走。我要是等他们抓个10个再说，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。哎，行了，下去吧。谢谢皇上，谢谢皇上。带赵继梦，带赵继梦。威武！就不跪了吧。报上名来。赵继梦。会写字吗？会写5个字。哪5个字？1横是个1字，2横是个2字，3横是个3字，这样一下，再这样一下是个人字。那你知道罪己诏吗？原来不知道，关在大牢里就知道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皇上给自己定罪。他们说当官都是给别人定罪，定了罪就能收别人的银子。皇上给自己定罪，俺估摸没人给他送银子。那你说皇上是不是有点傻呀？是有点傻。放在俺们太安知府大人肯定是给别人定罪，收别人的银子。瞎说。但知道你的官最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官最大呀？你坐中间儿。俺娘说公堂上坐中间的官最大。啊，好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小孩儿，你还没说他们为什么抓你啊？俺听俺娘来的，俺没白来。回村我会告诉他们什么叫罪己诏。我还在大牢里吃了玉米馒头呢。童言无忌呀！皇上，微臣觉得没有必要再审了。好了，不审了。启奏万岁，还有1名人犯一定要审。算了，都是鸡零狗碎的。你说的人犯他叫什么？名单上写的是袁大头，说是从京城来的一位药材商人，而自己报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。奴才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就把他也提了来了。皇上，咱们再审一个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把人犯带上来。带袁大头。带袁大头。走。万岁。
不是李世尧吗？怎么是袁大头呀？袁大头，皇上圣明，像这样的冤大头，在牢房里还有很多很多呀。这也太离谱了！快把刑具给他卸了。这，李大人，是我帮了你，你可不要诬赖我呀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怎么卸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李大人受委屈了，别急别急，胡子小心。你个小兔崽子！李爱卿，你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啊？万岁，这都是和珅这个小兔崽子给弄的。和珅，李世尧乃朝廷大员，你竟敢私自把他抓了，你知罪吗？哎呀，皇上，从实招来，你是怎么抓的李世尧的？奴才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奴才实在是把他从那个泰安府的大牢里提押来的。大牢里的狱吏跟奴才说，和珅，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搞的。万岁，臣乃当朝2品大员，可是和珅他竟敢这么侮辱臣，万岁，您得给我做主。李世尧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和珅并不是泰安府的官员，如何把你打入泰安府的大牢？福长安知道这事儿吗？打入泰安府的大牢，应该是福长安决定的事情。皇上，下官实在是不知晓这件事儿，下官怎么敢把顶头上司抓起来呢？一定是和珅捣的鬼啊！没问你们两个。万岁，这和珅请我到知遇酒楼喝知遇红的时候，我们当时谈到了罪己诏。当时呢，我们没有穿朝服，这几个泰安府的亲兵呢，听我提到了罪己诏，就说我口传罪己诏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、不容分说的，就把我关进大牢了。皇上，奴才还记得那个领头的呀，说了这么一句，他们几个一共分到了36个名额，可是现在呢，只抓到了35个，还差一个，正好李大人去凑数，就凑成了36个，他们就算完成任务，交差了。万岁，这跟郭小柱的情况类似，听起来和珅跟这没关系啊。是啊，既是泰安府抓了你，跟和珅有什么关系啊？万岁啊，这肯定是和珅搞的鬼啊！当时呢，我想亮明身份，可是他跟我说是这个我们是微服出来喝酒，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。对呀，他就告诉几个亲兵，说我们俩都是京城来的药材商人，他嘛叫何其，我叫袁大头。万岁，您听听啊，他叫和气，我叫冤大头，您说说，他这用心，他何其毒也他！万岁圣明啊，您一定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跟李大人真是从京城来的2位药材商人的话，那这冤大头可就当定了。万岁，和珅，不许插嘴。这，你知道陷害朝廷大员是什么罪吗？你有几个脑袋呀？万岁，您得给臣做主啊！这和珅陷害朝廷大员，他罪不容赦呀！万岁，和珅自然有错，但还不是元凶。这2位才是真正的元凶。福长安，这些都是你抓的人，全是鸡零狗碎的。抓了1位大员，倒是你的上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奴才对抓李总督大人的事确实不知，很可能是下属无知所为，待我查实一定严办。行了，你们2个甭推脱责任了，让他们在街上乱抓人，这道命令难道不是你们俩下的？下官查抄罪己诏，是奉李总督大人指示，并非自作主张啊。你是说李世尧被抓，应该由他自己负责？鄂中堂，
这你对和珅是心存袒护啊！有事儿说事儿，扯什么心存袒护？连皇上都知道，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和珅。哼，何谈我袒护呢？其实你们的心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事儿。刚才那孩子一句话提醒了皇上，你们连孩子都动员起来宣传罪己诏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其实明摆着的事儿，你们和罪己诏遥相呼应。这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，是和珅捣的鬼啊！怎么是和珅呢？你不是说你和朱圭不和吗？怎么变成了和珅了？有了错，就往别人身上推；有了功，就往自己头上记。我微臣是一片苦心呐。哼，朕明白你们的一片苦心。好了，你们不让朕下江南，朕就不去了。臣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呀！绝无此意，还想骗朕吗？孙十一，从即日起，你不再是山东巡抚了，只做河督，就管修河堤的事。依朕看呐，你无所用心呐，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儿。李世尧，臣在。山东巡抚就由你兼任了。臣领旨谢恩。起驾！和珅，你出来。这和珅，你也学会了惹事是吧？你跟朱圭学，你这是在玩火，小心把你脑袋玩掉了。奴才以后事事听皇上的。今天要不是鄂贵给你说情，我真想把你脑袋给拧下来。李世尧乃是朕的股肱大臣，你敢耍笑他？这不是诚心给朕为难吗？奴才不敢，奴才是替皇上办事。你替朕办事？是的，皇上，有了袁大头，那牢狱里的冤大头就不用皇上操心了，百姓们一定会称赞吾皇圣明啊！哼，袁大头，冤大头，袁大头和冤大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何大，错了，我应该称呼您呐，河道巡抚总督大人。你看呐，今儿个，这可是您自个儿吞进一个刺猬去，这刺猬怎么能吞进去啊？那真正有刺儿啊，吐又吐不出来，咽又咽不下去。你说，这是真怨谁这？李世尧，这件事儿你可不能赖别人，都是你自己下的套子，把自个儿给套上了。你让属下把你关进大牢，用尽心机的唱了出苦肉计，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皇上南巡，那又何必编瞎话陷害和珅呢？你不想想，和珅能调动得了福长安手下的亲兵？幸亏皇上天资聪慧，没上你这个当。你们俩听着，赶快把抓的人给我放了，免得皇上过问。袁大头，袁大头，你平时不是讨厌和珅吗？你怎么袒护起他来了？我是不喜欢他，可他办这个事儿让我开心。袁大头，这名字起得真好。我明白了，你知道是和珅搞的鬼。
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你们俩是和珅的后台。哎呦，李总督大人，您可不能妄加罪名啊！都是你们俩策划的，装聋作哑。哎，我说你们也是的，我在牢里关了2天了，你们就愣不知道？不，2天没见总督大人，我们也着急呀。谁想到您让和珅给算计了，进了牢房了。哎，把那小子给我抓来。哪个小子？哎，就抓我那个小子，我要亲自收拾他。他是谁呀？他是，哎，你的手下，你问谁呀？大人，我这就去查。你说福长安已经把彭家平他们转移走了，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按咱们事先约定的啊，把彭家平他们几个河工啊和王杰呢一起提来交皇上亲审。福长安呢把王杰无罪开释了，也把那几个河工给押走了，押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搞清楚啊，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杀人灭口啊！您说彭家平他们有生命危险？皇上在这儿，这个李世尧还不敢造次。你别看李世尧一介武夫，可他办事啊一向谨慎。什么孙师义呀、福长安啊，他们办什么事都得听李世尧的。不过呀，时间久了，那可就难说了。真没想到，在我的地方，和珅居然把我们都给玩了。他连总督大人都给害到监狱去。我问过那些差役，和珅替人犯时，他只要不识字的。这口气，我实在咽不下去。行了行了，我当了2天冤大头，蹲在牢房里边，我能咽下这口气吗？谁让你们抓了那么多不识字的？鄂贵这个老东西，明明是他不乐意皇上下江南，利用罪己诏来牵制皇上，妈的，却把罪名加到我们头上。最狠的是朱圭跟和珅，和珅这个小兔崽子，诚心跟我作对，给我起了个冤大头的名字，让朝廷上下取笑我。好啊，等皇上走了，我就一刀一刀地收拾这个老朱圭。和珅你能跑，那朱圭可在我的手心底下。大人，是不是把彭家平他们？彭家平的事儿，总督大人，你要当机立断呐。是该动手了。这次多亏了你们俩多了个心眼儿，要是让和珅把他们弄到皇上面前，那吃亏的还是咱们。你现在安排下去，我马上禀告皇上，革变余党一个都不留。辫子，我的辫子！你们为什么要剪我的辫子？小二算账。哎，来了，谢谢啊。姑娘来了，不高兴啊？我跟爷爷吵架了。孙女跟爷爷吵架，不碍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我现在正忙着，一会儿啊，我陪你去登泰山，站到山头上，你往下一看呢，马上你就会开心的。啊，你怎么还留着那个罪己诏啊？不是罪己诏，是我为你写的诗。为我？诗下有心人，我专门给你写的。我在牢房里头想你的时候，写了好几首给你。啊，走。哎，来了。你稍等啊。
求的是情诗吧？何大哥，何大哥，不要乱猜啊！哎，何大哥，说说你吧，我倒是觉得你神神秘秘的。我神秘？啊，那可能是因为做药材生意的缘故吧。算了吧，哼。上一回见到我爷爷的时候，你一报出药材的名儿，我就知道你不精于药材。下一回呢，想要撒谎，就找一个你熟悉的事儿来蒙人。有小雨，你快让我去找朱大人，他们要砍我爹的头了。你爹不识字啊？他怎么还会？他们这次说我爹是割遍余党，跟我爹一起的4个河工都要被砍头了。这个傅长安真是胆大妄为！走，去见鄂归鄂大人。哎，王姐啊，这样，你呀现在就去找朱大人，请他立刻禀奏皇上。我呢，直接去法场请求刀下留人啊。菊仙啊，你必须跟我去直接见鄂中堂，他这个人不大好说服，你必须当面向他陈情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们现在走吧。好，来走。站住！我有要事要见鄂中堂。这是你吗？像不像3分样？就算是吧。那得了，中堂大人吩咐过，画像这个人不能进去。何大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急！我说，我真有要事要禀报鄂中堂，要是耽误了你们，可担当不起啊！哎，不行，你就饶了我们哥几个吧，这不是我们的意思，是中堂大人给了画像做了交代，放你进去，我们就得丢饭碗。何大哥，你怎么得罪鄂大人了？我没有，鄂中堂是当朝首辅，我怎么会得罪他呢？啊，没有。我说，这样我不进去，你能不能放这位姑娘进去啊？哎呀，那更不敢了，你都不让进，你带来人我们更不敢放进去。好，我不为难你们，啊。何大哥，没关系，别哭，菊仙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我告诉你。冤枉！几声古来喊声冤，百姓们盼望见青天，哭一声大人呐！你可听见？呀，这什么人在这儿瞎嚷嚷呢？哎呦，这不是何总管吗？兄弟，麻烦通禀一声，我有要事要见鄂中堂。哎呀，不敢当。行，哎，别让何总管在门外站着，请何总管到门房稍后。哎，啊，我先去禀报。大人请。朱大人，太安府要杀害彭家平，您快想办法救他一命啊！罪己诏一案啊，鄂中堂已经让傅长安放人了。而这个傅长安胆子也太大了。听菊仙说，这次抓他爹不是为了罪己诏，是割遍余党。哎呀，按我大清的例律，割辫子是死罪呀。朱大人，这是杀人灭口、嫁祸于人呐！他们是害怕彭家平揭发他们贪污修筑堤坝躺银和中饱私囊的事儿。我马上回去面见皇上。傅长安之所以这么胆大妄为啊，背后有孙师义和李世尧给他撑腰，他们3个人呐，狼狈为奸。日观仙云随凤辇，天门瑞雪照龙衣。尔登泰山，万寿无疆。老爷，和珅来了。不见。老爷，那我怎么跟和珅说呀？要直说不见，不太好吧？怎么说他也算皇上身边的人呢？老爷，我正在给皇上写此次封泰山的铭文，明日就要刻石碑。去吧，告诉任何人都不准打扰我。那我就说老爷在睡觉，他要等得不耐烦了，他自己就走了。哼，给
皇上当差，谁不给皇上当？嗯？哎，何总管，不巧得很，昨晚我们老爷写文章一直忙活到深夜，这会儿他正睡觉呢。可我们这是要命的事儿啊！是吗？那你再等等，谢谢你，我再进去看看。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，何大哥。他不是去找去了吗？坐，先坐着。孙师爷，朕看你这棋艺还行啊。不，你现在不做巡抚了，没有政务，就跟随着朕，陪朕说话吧。哎呀，侍奉皇上是奴才的荣幸啊！奴才随时等候皇上您的召唤。哎，咱们今天可是棋友啊，咱们就不拘泥君臣礼节了。来，你坐下，陪朕下。皇上，您乃是真龙天子啊，奴才岂敢与圣上您平起平坐呀？皇上，济宁知州朱圭求见。传他进来。这。宣朱圭觐见。臣朱圭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臣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禀奏皇上。是伪造罪己诏的元凶找到了？不是啊，皇上，是5条人命啊！皇上，接着讲啊。是。皇上，太安知府符长安今日5时3刻，在城西门外靶场要杀5个河工，不知皇上可曾听到过吗？是刚刚查获的，革变余党啊，皇上。是朕准奏的，怎么了？皇上，启奏皇上，臣恳请皇上赶快下一道圣旨，暂缓行刑，待查清事情的真相，再予定夺。朱圭，革变一事，太安知府查出后，是李总督亲自督办的，报奏万岁，是皇上亲自核准的案子。你也想推翻啊？你比皇上还高明啊！孙师义，你呀，你巴不得这5个河工一死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虽然不是巡抚了，可是你还是河道总督啊。这5个河工要是一死，你那些贪污的肮脏事儿就没人给你揭穿了，你这个河道人总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一派胡言！你住口！朱圭，朕看你是老毛病又犯了，你忘了朕为何把你发配到济宁了？万岁呀，万岁呀！臣不敢忘记呀。可这是5条人命，不能等闲视之。恳求皇上速下圣旨，微臣赶往靶场，刀下留人，待查明事情真相。如果真是革变余党，再杀不迟啊！万岁！这个奏折是朕亲自核准的。朕老实告诉你吧，杀他们呢是朕的旨意。这些个刁民呐，剃发割辫，蛊惑人心。到那时候啊，就会蔓延各地呀，不仅山东，连河南、山西、江淮、两广地带也将死灰复燃呐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怎么收场啊？啊，这种利害关系，你难道就掂量不出吗？
万岁，杀一儆百呀，昭示天下，如此行事，革变之风定会得到制止啊！剃发革变，不可轻忽。剃发必诛，革变必止，不然就危及我大清的祖制。朱贵，这你担当得起吗？万岁，您的意思是要杀一儆百，就是说，这5个河工，管他是不是革变余党，都一定要杀头，是吧？如果是这样，万岁，臣无话可说。混账！你敢污蔑皇上你！你说，朕是那种无道昏君吗？啊，朱贵呀，你以下犯上，朕呢就先砍了你的脑袋。万岁，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万岁，既然听不进微臣的赤心忠告，臣也无法挽救那5条无辜的生命。既然皇上让我一死，我也愧对那5个河工。今天，臣随那5个河工一去，臣死而无怨。朱贵，你还逼朕！来人呐！朱贵，你心目中没有君臣礼仪呀，以下犯上，把他拉出去，斩首示众。万岁，臣愿意跟这5个河工共同受刑。准了，把他交给李世尧，和那5个人一起斩首。臣朱贵，谢皇上。哎，重来，全是这个朱贵呀！万岁，朱贵他这是目无圣上啊，竟敢顶撞皇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可气，该杀呀！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何总管，我们老爷还没醒呢，要不明儿再来吧？这个怎么办？何大哥，菊仙，别急，我想想。能给我拿笔墨纸砚来吗？行。何大哥，你想要笔墨纸砚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，别急。换机事礼，躬亲披览，削肝沥胆，削肝。呀！哎呀，何总管，你就饶了我吧！你看，怎么回事？老爷，
这姑娘是何总管带来的。周老大人，周俺爹，俺爹冤枉！呈上来。和珅，你可知罪？人命关天，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磨磨蹭蹭，还有心唱戏？是在下的不是，在下知罪。赶快备马车，我到法场救人。谢额大人，起来，你跟老夫一块到法场。爹爹不为强暴，我一定要救下他们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向圣上禀报。朱贵大人已经去禀报圣上了。处了？回万岁，恐怕朱贵已经到了法场了。啊？他到法场去干什么？万岁爷，你刚此朱贵死，他领旨赴法场了。朕下过这样的口谕？朱贵他顶撞皇上，那死有余辜啊！他。那是朕说的气话。你们就不知道劝一劝朕？竟然把朱贵拉到了法场，该死啊！如果朱贵人头落地，你们的脑袋也别想留在脖子上。你待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万岁爷，奴才刚才斗胆叮咛嘱咐了侍卫们，在法场上见不到皇上的第二道圣旨，是不准动朱贵一根毫毛。你还算长了个心眼啊！备马。啊！你去把马牵过来，等着。哎，不行！你这样闯进去，不但你救不了彭家平，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他们人多，你一个人对付不了。快节外生枝吧！哎，你看，他们来了。朱大人，一定是因为彭家平的事惹怒了皇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朱贵，没想到朱贵这么快就送死来了啊！没那么简单吧？朝堂上像这样的清官能有几个？如果真让他死在老夫的刀下，真有点不忍心。哼，你多虑。无道昏君，草菅人命。
家平把性命都搭上了。爷爷，他是个好人，我们要救下他。不要莽撞，我来等的是弘历。弘历，你怎么知道皇上要来？我看他今天不会来了。我一直在琢磨弘历，我寻思他现在正带着侍卫快马向这儿赶来解救朱贵。如此说来，你不认为他是个无道昏君了？我们跟弘历是家仇私恨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。牵连大人，受此无妄之灾，真是对不起朱大人了。我呀，没有能够救你，今儿个与你同行，我是死得其所，我无怨无悔。皇上轻信这些贪官，糊里糊涂的就杀人，真是个无道的昏君。哎呀，不要胡说！我估计啊，皇上很快就来了。待会儿啊，你啊，当面跟皇上谈。若能见到皇上，我一定禀明事情的真伪。哎呀，总督大人，这我河宫闹事被砍头，顺便把朱贵也送上路了。这山东啊，以后平安无事了。我担心朱贵送不走，还耽误了朱出队伍的刁民。总督大人，鄂大人的马车就要到了。时辰还有多久？还有1个多时辰。不等了，行行。好，刀手准备。时辰未到，不能杀人！时辰未到，不能杀人！时辰未到，不能杀人！开！李世友，时辰未到，你敢开刀杀人？朱大人，在我眼中，这时辰已经到了。我有皇上的圣旨，今日法场，我是监斩官，我说了算。你有什么话留给皇上吧。你要呸！弘历不会来了，咱们走吧。不，我要留下来救人的。何贵来了，一定刀下留人，他们不会有事儿，咱们走吧。时辰未到，不能杀人！时辰未到，不能杀人！不能杀人！要劫法场，动手！赶紧动手！快！李世友，你敢杀人灭口吗你？共砍！刀下留人！彭大叔！彭大叔！李大人，你举仙，举仙，举仙，举仙！就让你刀下留人，你为何不听？我刀下留人了，你看，朱贵还在。朱大人，朱大人，好啊，李世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杀人灭口啊你！哎，行了。不过朱大人，你斯文点儿啊！
刚才要不是我挡这一刀，你这个脑袋呀，早不在肩膀上了。哎妈呀！怪我来迟了一步，中堂，不是你来迟了一步，是这个李世尧，他提早了1个时辰下手，他要把这5个河工杀死，他要灭口啊！他李世尧，提早了1个时辰下手，祸胆包天，你居心叵测！我在沙场上杀人成千上万，我杀几个河工算什么？可朱大人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不感谢我，你这是恩将仇报。怎么着？我给你来个痛快的。哎，你是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以为我真杀他呢，我只是吓唬吓唬。我可是朝廷命官啊！你敢杀我？看你谁敢靠近我！再走近一步，我就宰了他！不要乱来！何总管，这李总督是跟朱大人在开玩笑。哎，血债血偿！我要用他的狗命祭奠这几个河工！和珅，不可造次，不可造次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和珅，给彭家平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朱爱卿，你的脑袋在，朕就放心了。奴才和珅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和珅呐，关于5个河工是否歌变余党，朕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万岁爷的意思是，倘若真有疏忽，或有灭口之嫌，朕一定要严办肇事者。恕奴才斗胆直言，奴才以为此事应该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昨天在法场上，你怒气冲冲的要杀李世尧，今天怎么又变卦了？回皇上，法场之举是出于愤怒，而到此为止，则是对皇上的一片忠心。在奴才心中，皇上高于一切。山东巡抚、泰安知府虽然包藏祸心，但是他们事先禀报过皇上，得到过皇上的旨意，因此他们只是奉旨行事而已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李世尧已经把皇上装进了此事当中。一旦追究起来，恐怕皇上也……这么说，朕也有责任了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万死不敢。奴才只是想说，即便那5个河工并非歌变余党，怎么叫并非？分明是嫁祸革变，实为灭口。但歌变之事的确雷有发生。奴才以为此举可以对各地蠢蠢欲动的歌变风潮起到震慑作用，所以此事到此应该为止了，切莫节外生枝。2位爱卿，和珅所言极是，颇为顾全大局，你们看是吧？
凡事呢，要从大局着眼，以大局为重，此乃良策上策也。此事就依和珅所言啊，到此为止，切莫节外生枝。臣遵旨。朕遵旨。朕又想喝知遇红了，来呀，跟朕一起去知遇酒肆。我跟鄂贵娥大人好不容易说服了皇上，答应复查彭家坪的案子，得，就您的一句，到此为止，就把李世尧给放过去了。哎，您将来怎么向菊仙姑娘说清楚嘛？周大人啊，您想想，这案子把皇上都牵扯进去了，还怎么往下查呀？再者说了，您曾经送给我6个字：忠君、爱民、清廉。这忠君可是放在首位的呀。凡事以良心为上，你的良心，大人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会从追查贪污铸敌躺银入手，让孙世义一伙伏法的。你们嘀咕什么？皇上，臣等是在议论，自从李世尧大张旗鼓地追查罪己诏以来，各地督府纷纷效尤，搞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。故而奴才以为追查罪己诏现在是当务之急呀。皇上何不一方面着令各地督府秘密收缴罪己诏，另一方面可以钦点我朝栋梁之臣鄂中堂钦查此案，刨根究底，查出元凶，这样可以消弭罪己诏给吾皇带来的各种恶果呀。好，好，甚合朕意呀。和珅，你是极品大员，竟然派活给我干啊！嘿，和珅只不过是个建议嘛。啊，鄂贵啊，臣在。朕命你着力追查罪己诏，尽快捉拿伪造元凶。臣遵旨。和珅啊，你协助鄂贵一起查办如何？奴才遵旨。不过奴才仅是个御前侍卫总管，按例不该插手。嗨，这有何难？给你个官衔，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鄂贵啊，臣在。你看，给他个什么官衔呀？哎呀，皇上，这下可难为微臣了。和珅乃文生员，可又不是翰林出身，给个文生的官衔不大合适。他现在虽然是御前侍卫总管，虽然会舞枪弄剑，可又没有建立任何功勋，给个武将官衔，恐怕很难服众啊。这个不合适，那个不服众，你是不是不愿意让和珅协助你办案呢？不，臣不敢。那就给个书吏吧。书吏还要朕亲封吗？皇上，奴才本是官学生出身，书吏就书吏吧，能为皇上效绵薄之力，奴才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难得这样的襟怀啊！爷爷为什么要刺杀皇上？他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。多尔衮一生没有儿子，从他的同母兄弟豫亲王多铎那儿过继了一个儿子，叫多尔伯。多尔伯就是我们的主上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也是姓爱新觉罗的，是皇室的后代。可是顺治剥夺了我们的踪迹，不让我们姓爱新觉罗。太过分了！我们身上流着爱新觉罗的血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姓爱新觉罗？后来康熙继位，
觉察到对多尔衮家族的处理欠妥，把我们从边疆召回，涌进山东泗阳，我们家就成了囚徒。多尔衮为大清打下的半壁江山辅佐顺治，可谓功勋卓著。就因为娶了顺治的母亲，他的后人竟落得如此的下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可这都是老辈子的事儿了，难道仇恨也要传宗接代吗？老爷，机会找上门来了。万岁！哎，朕出来消停，别那么多礼节，有话就讲。谢万岁，万岁！微臣今儿个不能陪您到里边喝酒了，微臣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哦，什么重要事情啊？连陪朕喝酒都没时间？哎呀，是这样，皇上，微臣要到那5个河工家里去安抚他们。爷爷，原来何大人、鄂中堂他们很熟悉。他叫和珅，是御前侍卫总管。他是皇上身边的人。你没跟他说爷爷的事吧？没有。你赶快离开，爷爷4个时辰回不来，你就赶快离开泰安，啊！爷爷，你还是收手吧。那你打算如何安抚河工家属啊？万岁，微臣呐，也就是在他灵前哭上他半个时辰。嗨，这哪里是安抚啊，这是吊销。这事儿，您知道，这安抚无非就是2种，是吧？一种呢，就是为死者们讨个说法，微臣给他讨不了什么说法。第2种呢，就是给死者的家属给些银子，是吧？微臣也没有银子给他们，所以啊，微臣也只好去给他哭上那半个时辰。我说朱贵呀，你能不能给朕说点好听的啊？从你的嘴里呀，朕没有听到过一个好词儿，一件好事儿啊！哎呀，皇上，臣有啊，您听着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。银子，我这有一点，听在下说，朱大人呐，依在下看，要想整治李世尧、孙世义，杀手锏是驻地躺银，彭家坪的案子治不了他们。因为皇上牵扯在里边呢。爷爷不走，青莲也不走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带我孙女离开。哎，小姐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您说。你呀，我帮皇上的字体写上1000两银子。朱大人，这万万使不得，皇上知道了要杀头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李世尧他不敢问皇上。啊，你呀，跟随了吴醒南这么多年，也是个临摹的字画的好手了。朱大人，画我是临不得的啊，字儿我还能来2笔，可是这事儿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出了事儿我一个人兜着，行了吗？啊，来走。您看行吗？啊，我看呐，像皇上写的字儿，哈哈，连我都看不出破绽来，李世尧他也看不出来。
不是，这事儿没写银子数，也没落款人名，李世尧肯借银子吗？哎，两位客官慢走，有这个条子，他敢不借？哼，李世尧啊，没这个胆儿。行了，此次处置那几个河工，要不是我跟皇上对议，没准啊，那朱圭还真能把皇上给说动了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总督大人，正像您预料的，王杰现在一刻也闲不住，正在四处找河工，打听修筑堤坝钱粮的事，而且。说呀！而且和珅和王杰现在经常在联系，我怀疑是和珅支持王杰去了解这件事的。和珅不是个好鸟，他是铁了心要和我们作对。哼，我要让和珅吃不了兜着走。知意酒楼的事儿安排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放在知意酒肆楼上了，现在就等机会把王杰捉拿归案。大人，朱贵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总督大人，我们俩是不是回避一下？哎，怕他干什么？让他进来。张。哎呀，大人，大人，哎呀，朱大人，您怎么有雅兴到我这儿来了？在您的眼里，我是个老粗，到我这儿来有什么见教啊？啊？哎，这是两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骂人啊？会说话啊？这不是东西。朱大人，你可是读书人呐，怎么脏话都出口了？我都替你感到脸红。哎呦，脸红好啊，会脸红啊，那就是说还有点人味儿。你怎么骂人呢你？没有啊，我对您挺客气啊。好了，你们都是读书人。朱大人，你是来借银子？哼，借银子还得起吗？还不起。瞧他那穷三样，一看就知道还不起。朱大人，今天您来找我借银子，派什么用场啊？我是替您去还那笔血债。不瞒您说，李总统，我是去拿这笔银子，去安抚那些河工的家属。哪5个河工啊？切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刚刚被您冤屈致死的河工，您就忘了？您是不是冤屈无辜太多了？区区河工，您都记不起来了？放肆！你怎么跟总督大人说话？朱贵，你不过一个小小的济宁知州，胆敢用如此的口气跟一个堂堂的总督大人这么讲话啊？皇上让我到济宁去当知州，可没降我的品级啊。朱贵，你还不起银子，我凭什么借给你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呢，给本总督磕3个响头，要银子嘛，180两的，就算我送给你了。李世尧啊，你呀，你还是没弄明白，我是来向你借银子的，不是来向你行乞的。哼哼，这是一回事儿，还咬文嚼字的，小子，这可大不一样啊！借银子，数量也没有，落款处也不知道何人所借，这叫什么借据？好，来说，接茬说。你看，好，借多少？6000两。
这不打劫吗？别仗势讹诈呀！好，那就2天2吧。不行。哎，朱大人，啊，有什么事儿咱好好商量啊。写条子那个人呐，当时就跟我说了，这条子我是给你写了，李世尧借不借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就跟他说，这您放心，依我看呐，李世尧没那么大胆子。嘿，还真让我说着了。哎，朱大人，咱再商量商量。您说这肉包子打狗的事儿，总不能让我亏太多不是啊？哎，既然李总督大人这么低三下四的求我，行，那我就给你个面子。一个河工家属，您给200两，凑起来整1000两啊！儿啊，这可不多吧？您知道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不多，不多。我1年的俸禄没了。李总督大人，您是靠俸禄过日子吗？朱大人，我不靠俸禄，我靠什么呀？哎，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来人呐，给朱大人拿1000两银票过来。被狗缠住了，不扔块骨头，脱不了身呢。哎，总督大人，你刚才骂我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怎么敢骂您呢？您说是吧？哎，银票来了。收好。好，那我收起来了。哎，朱大人，我问您一句啊，您是怎么让皇上写的借条？谁说是皇上写的？谁说是皇上写的？你以为我是大老粗啊？这皇上的字儿啊，我认识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认识也不能瞎说，听见没有？这上面没有落款儿啊，谁也没说，我也没说吧？这以后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我可说是你说的。这您用皇上要挟我呀？那我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总督大人，皇上那儿你没话要带？没有，没话要带。好，那回头见。哎，回头见。回头见。朱大人，皇上让您复查彭家平他们的案子了吗？没有，皇上说此事到此为止。可是彭家平他们死得太冤了。和珅找过你了吗？来过，他让我找河工们了解一下。把望星公断服贸寝食的数字都写下来。那呀，你就照和珅的意思做啊。那我想了想，和珅他是对的。和珅他抓住了那些人的要害，要扳倒那些人，我们必须要从他们贪污、修筑河堤、躺银这件事入手。哎，嫁祸、割变余党这件事儿，皇上说了，到此为止。那就是说，到此为止。朱大人，好了，妈妈，他岁数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怕受不了这么大刺激，到我家先暂住几日。朱大人，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银子了。为了我爹的事，您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。哎呀，菊姐，给你父亲埋副棺材，剩下的你们母女俩过日子啊！好。花府王大哥已经替我们定做了一副了。好，那就留着你们母女两个过日子啊！菊姐呢？
这是专为你们要来的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你们5户啊，每户都有1份，每户200元。给我送。臣福长安叩见皇上。福长安，你胆大包天，皇上在此饮酒，你捣什么乱？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福长安，你是诚心不让朕喝这知玉红，是不是？臣不敢，臣这就吩咐店主准备2坛上好的知玉红，送到皇上的行在去。那就没味儿了。大人，发现罪己诏。福长安，皇上一再关照，要秘密收缴罪己诏，你为何大肆张扬？回阿大人，这次行动非同寻常。这个人犯，我怀疑是伪造罪己诏的元凶。呈上来。跪下！鄂大人，草民冤枉，草民绝不敢伪造皇上的罪己诏。狡辩抵赖，大刑伺候。来，文范，你说你冤枉，仔细向本官陈述。草民不知罪己诏是伪诏时，曾经抄写过一份，自从知道皇上并无此诏，已经把抄写的罪己诏给焚毁了。可有证据？何大哥，玉泉侍卫和珅可以为我作证。你能为他作证啊？啊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王杰绝不会传抄罪己诏的。何大人，这就怪了。和珅到底是查处罪己诏的书吏呢，还是人犯的证人？这要看和珅自个儿了。若做证人，你就跪他下边去了。站着说话。谢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王杰绝不会伪造圣上的所谓罪己诏。王杰，罪己诏刚刚查到，你怎么解释？不清楚，肯定是有人陷害我，故意放在知遇酒肆的。这我想问福长安福大人了，你怎么就知道知遇酒肆楼上有那份伪诏呢？而且一查就一个准儿，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啊？何大人，现在是证人，不是书吏。对呀，你既是证人，只能回答，不能发问。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。肃静。和珅不是奉朕命协同你查办伪诏吗？怎么又变成犯人的证人了？和珅自愿做证人。万岁，臣一直琢磨着，这罪己诏里列举的内容，怎么伪造者知道这么清楚呢？现在清楚了，原来这个和珅呢，跟王杰一直在频繁的交往。你是说，和珅也参与了？哼，推测而已，无凭无据。你们干什么？王大哥，你去把王杰叫来。是。疼不疼，王大哥？我们老爷有话对你说。
青莲姐姐，爷爷要跟王大哥说什么？大概是安排他走吧。你知道，我十分疼爱我的孙女儿，不想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我发现你对我的孙女儿有心思，所以我想让你们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好去处，你要对她好，照顾好她。也许我很快就会赶到，也许赶不到。前辈，你不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干。前辈的话我听不明白，你不用明白我，你明白我孙女就行了。你要照顾好她，别让她受了委屈。承蒙前辈厚爱，王姐很荣幸。只是我眼下朝不保夕的，能行吗？爷爷有什么大事要办？我爷爷跟你说些什么？他说要我照顾你，对你好。他还说他去办一件大事。办完了事儿以后，再来追赶他。也许不追了。他的话我没听明白。我爷爷啊，真是孤注一掷。总督大人，昨天晚上有人劫狱，带走了王杰。什么人呢？不清楚。这什么人对王杰那么感兴趣？这王杰对什么人那么有用处呢？和珅。和珅呐，昨日在公堂之上，你从一个陪审变成了一个证人，可有此事啊？是的，皇上，奴才的确认识王杰，对他有所了解。王杰他就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，不会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来。皇上，还记得第一次到知御酒楼的时候，王杰曾经给我们看过罪己诏，他当时完全蒙在鼓里，还以为伪诏是出自吾皇之手呢。这事儿朕还记得。那依你看，王杰不会是伪造罪己诏的元凶吧？绝对不是。这事儿不能听和珅一个人讲，你得听听李总督和傅长安的看法啊。闭嘴！这儿的事儿啊，你就少掺和吧。这。微臣贺贵，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皇上，臣得到泰安知府禀报，有人劫狱带走了王杰。王杰现在何处？和珅，你不是了解王杰吗？他的同伙是些什么人？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。皇上，据奴才所知，王杰他本是陕西人，因家道败落，来到了山东泰安他表兄家里，在知御酒司里干点杂活，平素一心苦读，准备科考，他怎么会有同伙同党之类的呢？这就怪了。奴才也觉得此事蹊跷。啊？怎么说？皇上，依奴才愚见，
一定有人在使用瞒天过海之计，妄图杀人灭口啊！请皇上降旨泰安知府，责令傅长安发出海捕文告，速速捉拿王杰，还请皇上降旨，务必留活口啊！还真有人在耍瞒天过海的把戏。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挺身。谢万岁。回禀万岁，要想找到王杰，只有一人。谁？万岁新任命的御前侍卫总管和珅。和珅，万岁，奴才实在不明白李总督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个人能帮你明白。来人呐，把人给我带上来。皇上，人犯带到。何大哥，菊仙，李世尧，你为何对一个柔弱女子动刑啊？她是能抓住王杰的唯一线索，我不拷打拷打，他能招认吗？李总督，王杰的事情跟菊仙无关的。跟他无关，跟谁有关啊？跟你有关？行了行了，这个女子，朕要亲自审问。皇上，救王大哥的事，何大哥并不知情。那就是你知道了。是什么人劫狱带走了王杰？是俺自己。你一个柔弱女子，如何劫狱？分明是欺骗朕呐！你知道欺君之罪，当论斩，就是杀头啊！知道。俺是用皇上给的200两银子，雇了4个人，救出的王大哥。大胆女子，信口雌黄！朕何时给过你银子呢？皇上日理万机，可能忘了。您曾经托朱大人赐给5位冤死河工家属每户200两银子。我爹就是河工，很家贫。皇上，这事儿李世尧清楚。那朱圭的银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皇上，您这明知故问。大胆！皇上，那1000两银子，他是朱圭从我那儿讹诈去的。您看我这1年的俸禄，他就剩下200两了。皇上，那是何人指使你雇凶劫狱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不是他的指使吗？皇上，这是他的证词，这上面说他受和珅的指使，上面还说和珅跟王杰来往密切，王杰伪造罪己诏，和珅是同谋。呈上来，呈上来，快给皇上呈上来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，那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小女子都不知道，小女子不识字，是他严刑拷打，逼我在上面按的手印，请皇上明察。万岁，这是屈打成招，伪造正供，不足为惧啊！皇上想知道小女子为何要解救王杰吗？讲吧。王杰被抓是受我爹爹的牵连，我爹胡搅蛮缠。你爹是革变余党，王杰是伪造罪己诏，这能一样吗？菊仙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要追查王杰的下落，先要复查你爹的案子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的，大人。皇上，这2个案子是否一并查处？鄂仲汤，革变案子是皇上钦定的，你查什么查呀？革变案子不是说好了到此为止吗？你还提什么呀？皇上，不是老臣要提，是这2个案子纠缠在一起，分不开呀。是你自己诚心纠缠吧？皇上，奴才以为鄂仲堂说的有道理，
这两件事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要么水落石出，要么到此为止。和珅，你送这小女子回家吧。吾皇圣命，奴才领旨谢恩。菊仙，快谢皇恩呢！谢万岁恩赦。和珅，从即日起，你不再是御前侍卫总管了。朕命你在5日之内必须找到王杰。奴才遵旨。万岁！臣有本要奏。讲吧。朱圭胆敢模仿圣上笔记，写借条诈骗臣银子1000两。这1000两银子是小，可朱圭胆敢模仿圣上笔记，这真可谓是胆大妄为呀！有这等事？傅长安可以为臣作证。皇上，事实确实如此，臣愿作证。朱圭怎么敢这样？传朱圭来见朕。皇上有旨，传朱圭觐见。臣朱圭见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万岁。朱圭，你可知罪？朱圭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不知身犯何罪，望皇上明示。朱圭啊，总督大人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敢模仿皇上的笔记书写借条，讹诈了我1000两银子。今天呢，咱俩当着皇上的面，咱俩对证啊！总督大人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怎么了？好，您把这借条拿来我看看。借条啊？这什么借条啊？您刚才说我这口说，这就是我撕了，你撕了啊？哎呦，总督大人，这口说无凭啊！他可以给我作证啊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我可以作证。皇上要的是真凭实据呀！你这老猴子，疯了你！李世尧，你把银子借给别人，人家没还你，你怎么把借条给撕了？天下哪有这么笨的人？道理上也讲不通。是啊，为什么撕了借条？回禀皇上，我当时他真以为这是您写的借条。大胆！这是皇上的墨宝，你竟敢撕皇上的字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朱圭啊，你以朕的名义给那5个河工的家属发了200两银子，那是哪来的呀？皇上问你呢，哪来那么多银子？我没有那么多银子，可我可以去跟别人借。向谁借的呀？对呀，你说呀，你向谁借的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万岁，臣跟别人借银子的时候，都打一个借条，只要谁有臣的借条，我就是跟谁借的。哎，你何圭在，你看这事儿如何裁定啊？到此为止吧。朱圭留下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朱圭啊，真的，你可真能给朕找麻烦呀！啊，你不知道模仿朕的笔记是杀头之罪吗？知道，皇上，臣的头留在项上，是给皇上尽力的；杀了头，就算是给皇上尽忠了。
这样一来我就放心了。王杰刚被人从狱中劫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遭了李世尧的毒手。现在看来啊，皇上已经吸取了教训，不让李世尧一手遮天，委派鄂贵鄂大人来审理王杰的案子，这就好了。这位爷，楼上有人等你。什么人等我呀？他给我铜钱，让我带话给你。谢了啊。啊，我去一下。别说了，卖药。来，怎么是你呀？来呀，何大人，我这又不是鸿门宴，我不像你是算计人，我只是请你喝知遇红。来来来，来吧。哎，喝酒，这绝不是鸿门宴啊！来喝。哎，上次请李总督，我摆的也不是鸿门宴呢。算了吧，咱呢，明人不做暗事儿。哎，你是受娥贵指使，还是受朱贵指使啊？何某做事还要受别人指使吗？不说算了。其实啊，你不说，那我也知道。我说你呀，真不该跟朱圭学。我这可是肺腑之言，爱找别人麻烦的人呢，那没人喜欢。你就应该多接近像我这样的大员。你看，你暗算了我，我不但不恨你，反而来请你喝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啊，咱俩能成为知己。李总督欲于利，在下欲于义，此乃冰炭不同炉，如何成为知己啊？你个抬轿子的，你说话别文绉绉的，拐弯抹角。我是个粗人，我喜欢直截了当。圣人的许多话就是直截了当，比如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是《论语》里的话。你一个抬轿子的，出言必提圣人，把《论语》挂在嘴上，我说你累不累啊？哎，也别说，你答对了一句《论语》，得到了皇上赏识。如果你能青云直上的话，哎，这倒是一个故事，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典故。没错，有这个可能啊，这是在下的荣耀。文江学海得到皇上的赏识，总比那些飞扬跋扈、一肚子草包来的雅致吧。好，咱就说说这个君子和小人吧。孔圣人说了，君子取于义，小人取于利，这就是秤杆上的星星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义呀，它算个屁；这个利呀，哎，才是最实惠的。你明白这个理儿吗？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总标榜自己是君子，其实啊，你们是最小人，最不是东西了。哎，你还别生气啊，咱别的不说，就说是这个朱圭吧，他模仿圣上的笔记，哎，写了一个没头没尾的借条，没写借多少两银子，也没写借款人的名字，哎，黑了我1000两银子不说啊，他送给几个河工家属了，反而得到了皇上的赏识。哎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李总督，你不知道，这借条啊，就是在下写的。你写的？对呀，不过在皇上面前我不会承认，因为你把证据给毁了。这件事，在下做的心里异常的坦然，因为我不是为我自个儿，我是为受害的那几个河工的家属讨回一点公道。嘿嘿，我正恨朱圭呢，这又蹦出个你来，哼，我前面的话，那算是白说了。行，你俩那可真行。当然行，在下这就是君子之行啊。你还有脸
称自己是君子。我说你呀，你呀，是在官场上入道太浅了。等你在官场上入道深了，再回过头来品味咱今天的酒话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。哦，我知道皇上很赏识你，啊，是因为你饱览经史。但其实啊，这书读多了，你就看不清这官场了，也看不清这世道，啊，咱就说这个王杰吧，就是书读的太多了，他用圣人的话看这个世道，哎，结果呢，看走了眼，生生把自己啊看到牢里了，哎，连自己的头都保不住，还为河工打抱不平。这个河都啊，就算是克扣了一点河工的粮饷，哎，你说那关他的屁事儿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孙世义他贪污的可不是一点点，上他侵吞驻地躺银，下他盘剥百姓，中间还要贪污开捐驻躺的银两。一个工头他3头吃，老百姓都管他叫孙三吃。总督大人，你难道不知道？我也听说了。我就知道你清楚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帮他杀人灭口呢？哎，这你可冤枉本督了。彭家平他们是福长安抓的，我只是履行总督的职责，禀报皇上，去法场监斩而已。您瞧瞧，您瞧瞧，刚才啊，您还坦坦荡荡的盛赞小人，这么会儿又扭扭捏捏的当起君子来，好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王杰这颗脑袋，凭你没那么轻易让你砍下来的。那我就送给你砍吧，你费尽心机，不惜劫狱把王杰弄出来，嘿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劫狱不是我干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已经不重要了。别忘了，万岁爷限你5天之内把王杰给找出来。本来嘛，王杰伪造罪己诏已经是说不清道不明了，你这一劫狱，倒是铁定了。哼，这回啊，不用我帮忙，是你帮福长安把王杰的人头给解决了，哼，倒是一了百了。今晚就住这儿了。哎呦，几位客官住店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二，开3间房。哟，实在不凑巧，这人多，还剩2间房。不过，下人住的通铺倒有个床位。我们5个人加上一个车夫，一个通铺顶什么用啊？要不这样吧，青莲1间，我们几个1间，对付1夜。不用了，他们骑了1天马了。你和我住1间，他们住1间好了。这样行吗？楼上1间，楼下1间。我们住楼下那间，不过楼上那间我也得去看看。老爷吩咐过，不要像上次那样为难我们。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儿走。风里有好事下得躲，就这么点小胆子，老爷把孙女托付给他。瞧你，惹得他们嚼舌根子。我是觉得，就这么住在一起，有点那个。哪个呀？是你对我有意思，是你给我写的诗。是，我是给你写了个诗，我是对你有意思。不过我觉得，现在就那个，太突然了，怎么也得明媒正娶呀。说什么呢？别乱想啊！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，回去，美死你了！回泰安。
到底为什么呀？你刚刚逃离泰安，怎么又要回去？为了你，我才答应爷爷离开泰安的。你被泰安知府抓起来了，我挺担心的，就求爷爷救你。可爷爷开的条件是，你我必须离开泰安。本来爷爷不离开，我也不会离开的。我越听越糊涂。哎，离开泰安，不离开泰安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吧，我爷爷来泰安是为了他的复仇计划，杀一个人。仇人？可是，也不是这个人的过错。那一定是世仇家恨了。这种冤冤相报，何时了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个仇人非同一般，杀了他，诛灭九族。你爷爷要杀的是青莲，青莲，等我一下。我等你，放着马不骑。我让你不要卷进来，你偏要卷进来。回到泰安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别让泰安知府发现你。不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呢。我回去以后，一定好好帮你劝劝你的爷爷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。这种事是砍头的，别人都往外头跑，你还往里头钻。那人家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我是不想拖累你。我爷爷的事儿，也许我们迟早都会掉脑袋的。我是自愿的。青莲，皇上对你们家做了什么事儿？你爷爷为什么要行刺他？不是当今皇上，是当今皇上的圣祖福临。那就更远了。所以，我一直都在劝爷爷放弃复仇。都是死人呐！嘿，走。
参冲撞了皇上，和珅罪该万死。救朕有功，何罪之有？今天要不是你和福长安，朕必遭毒手啊！只要皇上不要，奴才万死不辞。快传太医。这。多谢太医。和珅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和珅临危舍身保驾，忠心可见。新命恢复御前侍卫总管，着授正蓝旗副都统，官享3品，钦此。奴才和珅明旨，谢任。大人，人犯轰过去了。用水浇醒，我就不信他不开口。胡长安，在。朕这次遇险，多亏你与和珅鼎力保驾。上次惊驾之事，朕听信了朱圭所言，错怪你了。保护皇上是奴才的本分，护驾理所应当。朕有你和和珅这样的臣子在身边呢，心中倍感欣慰啊！朕要重用你。臣长安谢皇上，孙侍义来陪伴姐姐下棋，在外面候着呢。选他进来。这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孙侍义这个人呐，朕免了他的巡抚之职，不知他是否能够悔过自新。不过呢，朕宽厚待人，还是让他照样当差，以观后效啊。微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先到那边候着去。朕这个皇上啊，众多的臣子，哪个也不愿意亏待，这也包括他孙侍义。微臣有10万火急的事儿要向万岁禀报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不是又是那档子河宫的事啊？哎呀，真是没完没了！朕呐，烦死了！朕是让你回京的，你知道吗？老臣知道，可老臣这次禀报的不是河宫的事儿，是詹代。詹代？老臣在回京的路上了解到詹代到了泰安城，并且带了一帮杀手，身穿玄衣，头戴斗笠。老臣担心圣上安危，特地赶回来禀报圣上。这么说，刺客是詹代派来的？何中堂，你速去泰安府。李世尧呢，正在那里审讯昨天抓的那个刺客，你去核实一下，那个刺客是不是詹代所派？臣领旨。再不招，就大刑伺候。招，大人，全都招。你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你要是早招喽，那不就免受这么多皮肉之苦了吗？哎，给我打，给我照死了打！住手！
手！混账！打死人怎么审问？扶起来！大人，他死了。何总管，做药材生意的王老板求见。王老板，是不是王杰？我不叫王杰，我叫王清。去吧。哎呀，何兄发达啦，青云万里啊！好大个架子，要见何兄真是难呐，还要有人通报。阳光刺眼，一时分辨不清，兄台是？小弟与何兄谈过药材生意，怎么就忘了呢？是你呀！骗了人，为何不做解释啊？我是从王杰那儿知道你是御前侍卫总管的。法场那天，你随你爷爷走了，再没见到你，本来是要向你解释的。这还算够朋友。哎，我刚回泰安就听说你受伤了，要紧吗？没事。太医已经服了药，将养几日，料无大碍。只要刺客的剑上没有尸毒，剑上没有尸毒，剑上没有尸毒就好医治啦。哎，王杰怎么样？听菊仙说，他和你离开了泰安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皇上驾到！起来吧，有伤不必拘礼。谢皇上。他是，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个小兄弟，做药材生意的。哦，既然是做药材生意的，那一定懂得用药了。这和珅的剑伤，应该用何种药啊？3七捣碎，再加上其他的药，每日外服1次，效果应该不错。太医，3七。给和珅用3七，回禀皇上，小人配方里就有3七。仁兄，小弟不耽误你陪皇上，告辞。贤弟慢走，恕不远送。皇上急下，草民告退了。站住！万岁！既然这位是和珅的贤弟，又负责药品生意，自然对药品很熟悉。皇上不如招他入宫，专门负责采购宫内的御用药材。何总管，我这建议如何呀？这个奏议不错呀。皇上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。不过我这位兄弟和他爷爷相依为命，他若离开，谁来照顾他爷爷呀？这又何难？把他的爷爷一同接到京城，不就是了吗？不瞒皇上，草民也曾想过带着爷爷到京城做药材生意，可爷爷他就是不肯离开泰安，我只能依从他，中下不能两全。皇上恕罪，我只能留下来陪爷爷了。好，难得你对爷爷的一片孝心啊！朕呢，就不为难你了。草民替爷爷谢皇上隆恩。我有心促成你们成双成对的，遗憾。你混蛋！和珅把王杰从牢房里救出来，一定是叫他搜集修筑堤坝银子的事儿。和珅想用这笔躺银把咱们都扳倒。要不今晚来个突然袭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不，要抓连和珅一块儿抓。和珅，他不刚刚保家立功吗？不是我们亲手抓。
总督大人高明，姜不愧是老大，佩服佩服。大人，何总管刚刚上。王杰和那姑娘在，他们先到的，正等和珅上去。给我听好，盯住他，就是不能打扰。他们要走怎么办？走也别拦着，就是不要给我惊扰了。这，去吧。怎么今天想起来要请朕和知玉红啊？万岁，奴才知道皇上喜欢这个知玉红的口味，早有此意啊。万岁，这也是我们为了报答皇上您对我们的知遇之恩呐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去知遇酒肆吧。万岁，是不是把鄂中堂也请上啊？你不是与鄂中堂素来不和吗？万岁，这臣子之间有些摩擦，那也在所难免呢。不过您说再有嫌隙，那效忠皇上那是一致的。再说鄂中堂这次来山东，我也理应请一下鄂中堂啊。你能这么想啊，朕就放心了。既然你做东，就由你安排吧。哎，客人来了，你慢用。哎，这位爷，里边请。哎，慢点，进酒楼，这里边坐的都是冤大头。哎，老板娘是真漂亮，就是没有真金枪。哎，老板娘，我是来救王杰的啊！哎，冤大头坐酒楼。一人的搂着一个大胖妞，哎呀，大胖妞！我们找你来啊，就是因为此事关系重大。为什么要让我劝皇上提前离开泰安？有人要向皇上复仇，行刺皇上。哎呀，不就是那个詹代吗？我要是抓住这个老家伙，千刀万剐了他。詹代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你为何如此恨他？就因为他要行刺皇上。这是皇上和詹代之间的事儿，我们找你来是商量如何让皇上离开此地，避免皇上再遭不测，不是听你在这咒谁剐谁。我们都跟你一样，不愿看到皇上再出事儿。朱大人，别说。傅长安已经盯上你们了，下面就有2个探子，我估摸着现在李世尧正带着皇上跟鄂中堂往这儿赶。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？你轻一点，走吧，表嫂，走吧，朱大人，走吧。那我跟王杰现在就走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现在就是想让别人感觉到和珅和王杰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是和珅解的狱把王杰放走的。不对，和珅没有劫狱，我可以证明的。要知道，现在谁监狱这个没有关系，他们想就是要让皇上知道，他们2个人是一根绳上拴着的2个蚂蚱，然后把人治死。王杰，你呀，不能在这儿久留，也不能让皇上看见你跟和珅在一块儿。听见没有？赶紧走！哎，这样不行，换上我这身衣裳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把头发弄乱一点啊，脸上得抹黑啊！你来了，你们这边请。我告诉你这个叫花子，再要敢来，我让出来，给我轰出去！滚！哎呦，这位爷，你里边请。走吧。我叫快点向老爷禀
人手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啊，今天朕呢也是来喝知遇红的，与你们一样，都是酒客，大家就不必拘礼了啊。哟，这不是何总管吗？哎，这个人是谁呀？背影很熟嘛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蠢货笨蛋，这点事都办不好吗？啊！小人确实没看见王姐走出来，她一直在楼上什么地方躲着。那主贵什么时候让我了？啊？没有。没有，笨滚！怪不得你不愿意随朕进宫当差呢，原来你是个女儿身呐！啊！青莲女扮男装欺蒙皇上，罪该万死。哎，你又不是装给朕看的，你是去会意中人，叫朕撞上你了。说不定那天呢，朕还缴了你们的优惠呢。皇上，你既然有胆量女扮男装去会意中人，朕说说，又何妨呢？啊，皇上，并非像皇上想的那样。和珅，你知道朕在想什么？朕在想啊，你既然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红颜知己，你又何必去招惹人家一个订了婚的姑娘呢？万岁说的极是。哎，和珅呐，这老百姓有句话，说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哎，你和珅不是，你是端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说是吧？你好贪心呐！啊，和珅，如果你们俩的秦晋之好，朕能鼎力促成，朕还可以让皇太后为你们做大媒呀！和珅，还不赶快领旨谢恩？啊，奴才谢皇上。你们都起来吧。皇上，青莲有一事请求。你起来吧。青莲，求你了，别多事。请皇上即日离开泰安，速速回宫。为什么？以防不测，有人计划要行刺皇上。那你说说，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乌合之众啊？他们不是乌合之众，他们是武艺高强的侠客。我不信。皇上不信？我就是不信。其中有一个人，就是我。大胆！你竟敢威吓皇上！一个小小的女子，倒还是有点计谋啊。你是用激将法逼朕回宫，我知道，你是担心害怕朕在泰安遇到不测。不过你放心，朕是一国之君，是真龙天子，哪能听到一点风声就可以逃走的？相反，朕倒要跟詹代一决高低。放肆！
小心！万岁，小女子冒犯皇上了。万岁，青莲拔剑，经了圣驾，可其意是在保护皇上啊。朕赦你无罪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青莲愿护送皇上回宫。朕是天子，不是哪一个吓一吓就可以吓走的。哼，小小的詹代，他要刺杀朕，朕在泰安就不走了，看他奈朕何！万岁切莫如此，皇上一人安危，深系国家社稷。万岁，小女子恳请皇上速速回宫。万岁，青莲姑娘说的极是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而且您过去也说过，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要以一人一事斤斤计较啊！万岁，万岁，如果您不答应，微臣就长跪不起。奴才也叩请皇上火速回宫。万岁，请即日回宫，继拿詹代之事交由山东总督吧。请皇上回宫。朕答应你们了，但是绝不是因为詹代。你们平身吧。命该如此。下下。走吧。站。小姐护卫在皇上身边，我们下手不敢冒昧。我没有责怪你，我们都是爷的死士，下次绝不会失手。没有下次。我已经决定放弃行刺红命，不是怕他红命，是我的孙女固执的阻拦我复仇，天不助我，命该如此。罢了，每人一份，拿去安家。我们是爷的人。听老爷的安排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拿着你们的银子，赶快离开泰安。官兵马上就会到客栈来搜查。老爷，我找个机会跟小姐说，已经放弃了，小姐自然就会回来了。停下！给我停下！给我拿下！快！忘了是不是在那个下雪的冬季，眼睛湿了，不再想起，难以忘记过去一切，留在心底那就是你。
雪花飘啊，风儿吹呀，吹乱了我的世界。那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们曾经的回忆。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那样的，应该是挺好的。回忆是这样的，结局是那样的，一切是应该的。看过去的，曾经的美丽，